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三小妹。分享一下我10年前找工作跟10年后找工作的一个区别。10年前我是个应届生，10年后我就变成实习生了，反正都是啥也不会。因为毕业的那个时候，互联网公司可火爆了，工资起薪8000、1万的。我可能今天辞职，我过2天又找到工作，工资又涨了。我上个月的工资还没有花完，我这个月的工资又到账了。我现在10年后找工作，就开始找律师助理还有实习律师的工作。我第一个去面试的时候，那个律所说没有工资，我说没有工资，什么叫没有工资？他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这样的，没有工资的，而且社保要你自己承担，因为律师助理你可能经常要出去跑，这些都需要你自己承担的。我当时都懵了，我的什么情况？说到这里很逗啊，他是来上班的，不是来追星的。而且啊，众所周知，很多人公司是很难分清楚的。也就是说，除了律师要做的，例如说立案、送文书、校对、打杂、买咖啡，可能还要再帮他的小孩写作业。明明是要来找工作的，却成了要做慈善的慈善家。是新手就不该拿钱，想深入学习就要感恩。就算你不做，后面也有一堆的人抢着做。听起来是不是很耳熟？为什么这样的社会风气可以持续存在呢？这也说明啊，在中国，因为不能有什么游行啊、抗议啊，大家通常都是灰溜溜的就走了，根本就无所顾忌。有一家律所是我面试的时候，那个主任就说我们这家律所，我跟你讲，实习律师在全上海工资是最高的，5000块钱。我就去上班了，我立案子，一天立了大概40-50个案子。他下班的时候他就找我谈话，他说你今天立了多少个案子？我说40多个，不到50个。他说别人一天立200个，你为什么只立50个？你是不是不努力？你上班在干嘛？我当时在说，我说如果说一天立200个案子，一天8小时工作制，1小时60分钟，480分钟，200个案子，大概2分钟立一次。也就是说，我从早到晚，我坐在那里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什么都不干，我要2分钟立一个案子。我认为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个主任就说，那我可能记错了，那可能立100个。我说立100个，那也是4分钟立一个，我依然觉得不太可能。我当时基本上那个差不多已经快要说出口了。我觉得年纪轻的小朋友刚毕业的，很容易被这种人给 PUA 了，他就上来你不努力。我说你至少有点科学依据，你这个时间你算一算，好吧？真的。那些人真的智商有问题，所以他们在 PUA 你的时候，你也得要动动脑子。我说那你立多少个？你说别人立200，你立多少个？他说我立了50多个。他妈的傻逼！新型的中式实习律师啊，完全就是一个人肉影印机啊，2分钟立一个案子，影印机都不一定打得过来。8个小时200个案子，是不是连眨眼的时间都忘记算了呢？完全是纯机械式输出啊。然后他跟他说，主任，我认为这个速度不太可能。这还是很委婉的，要是直接一点，就是瞪大眼睛告诉他，你是个傻逼吗？他还一皱眉，有了个台阶，哦，我记错了，应该是100个啦，算一算100个也不可能啊。这个脑子在这样的氛围下上班可能会内伤。5000成了全上海最高薪的实习律师，乍听之下还算得上很高哦，但实际上要做的是2万的量。这是在招工吗？这是在招奴隶吧？还是无限续航的那种影印机哦。所以为什么中国社会有很多的人会骂老板，会抱怨呢？因为大家内心里面还是会感觉到的，低薪劳工是奴，如果不知抱怨的话，那就是奴中之奴了。他本来立了40-50个案子啊，还以为会听到是辛苦了，处理得不错，结果人家说的是你是不是不努力，而且这是一套双标哦，因为他自己也只做了这么一丁点。天哪，这样的人居然可以做到主任哦，可见啊，在中国这种傻逼主任的手底下干活，基本上连命跟眨眼的时间都得赔上，还不准吭声，因为5000人家拍着胸脯觉得是最高的工资。况且这个不合理是问题吗？质疑才是罪过，因为不听话，有了自己的想法，问题很大。明明只是一个合理的质疑，但是呢，在中国社会反而会成了一种刺头，在台湾就可以称作是 OK。在台湾制度是保护学者的，在中国的话，制度保护了谁？你觉得在中国的制度保护了谁？那句5000已经是上海最高的，实际上也是在给他的心里上一个手铐啊，目的就是希望他感恩戴德，珍惜他现在为奴为婢的时光。给了他5000，实际上拿他当5块。这个评论区也是遭到群嘲啊，居然领导按时发工资都变成优点了。8年毕业，经验都没有，进大厂，4线城市1个月可以拿1.5万。
现在一个月到手5000，公积金几百，就是几年前跟几年后的差距啦。现在的中国经济确实是下滑啦。这个更有趣，他是15年硕士生毕业，就是台湾的研究所。然后呢，还没拿到学位证，老师说不许找工作，结果用人单位没招满，跑到宿舍把人从床上拉下来签合同，现在就不行了。00后吃尽了时代的黑利，刚毕业的时候工资是6500，第二份工作5000，第三份工作3500。其他人也一样，刚毕业5500，升职了7500，第三份跳槽变成3500。刚毕业的时候5500，换了一个工作变成3000，很多人都是这样啊。经济已经逐渐的开始倒退了，大家都在网络上抱团取暖。9年前亲戚去做移动的客服，3000包吃住，现在本科毕业生在同一个城市转正后才只有2800。不给我买这张头等舱的机票，我今天就不回英国了。我挂科挂给你看，我让你一年亏几十万。昨天晚上有一个谢菲尔德的孩子的妈妈打电话给我，这个家长家里面就是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他们家里特别宠孩子，孩子在体制内因为早恋打游戏成绩不好，就让孩子做了2年 A level 的1对1的补习，后来好不容易把这孩子补进了 QS 排名大概100多名的一所英国的大学。结果你知道吗？这个复活节放假，孩子坐飞机回来以后性情大变，各种嫌弃自己的父母不给力，自己的父母太穷。但是说实话，在当地也算是比下有余了，大把的体制内的同学根本就没有条件去英国去读书的。后来这个孩子在复活节放假的时候就说了很多周围的同学家里到底是怎么样有钱，怎么样在外面玩的这些事情。他们有的同学在英国买了一辆跑车，天天开跑车上学，还比方说他们周围有几个同学约着一起在复活节假期去欧洲玩，基本上每个人一趟旅游都要花掉家里4-5万。我们家里这个家境是真的没有必要把我送出国留学，我们太穷了。这孩子的妈妈听完以后心里就空落落的，毕竟他们家里是省吃俭用把孩子送出去留学的，确实很不容易。突然这个家长的孩子就撂挑子不干了，跟家长说，如果说你们不给我买一张头等舱的机票，那我就不飞回英国去考试了，我就直接挂给你看，浪费你1年几十万的学费。实际上可以看得出来，应该就是中产或是小康家庭。他出去是为了要念书的吗？他本身在国内都读成这样了，出去会更好的读书吗？实际上他的父母送他出去也不是为了让他读书，他是被当成一个失败者逆袭计划丢出去的。成绩不好没关系，砸钱给你读，不想读书没关系，国内不行给你换国外，自己没规划没关系，留学顾问帮你规划你的人生。这个小孩回来后他就会想，那我出国不快乐没关系，你再给我换一个头等舱的机票让我快乐。这不是在育儿，也不是在爱小孩，这是在把他雕刻成了一个空壳王子。他把自己当成是 ROI 项目的，他觉得他自己是具备投资标的的资格的，你要是不给他头等舱，他就要让你投资归零。实际上一个普通家庭把他供出去啊，想必也跟他说了很多了，例如他们的父母可能自己穿的是地摊货，手机呢好几年不换，他们已经默认自己这辈子必须要受苦了，但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过这样的人生，所以他们才这样奋力的托举他。很多的家长啊，因为这辈子很难再翻盘逆袭了，所以他们把希望都是寄托在下一代的。他们这个不算是一个完全健康的思维啊，因为每个人都应该先是自己。他们太过于爱小孩了，爱到不敢让他承担现实，他们怕他输，所以给他铺路。整体上听起来好像没问题，对吧？为什么却会养出一个没有人性、全投资思维的情绪勒索者呢？小孩呢，都是父母潜移默化影响的，并不是出国后才变成这样的。他们从小就开始把小孩当做一个投资对象，这个小孩是能够感觉到的。父母可能对自己的人生是摆烂的，他们把一切的重量都放在这个小孩的身上。小孩不一定有自己人生的选择权，这也是这个小孩为什么从小就那么叛逆的原因，因为他身上的重担本身就太重了。他只要考上好的学校就给他买东西，他只要努力读书他们就投资他，从小就把他当做一个交易对象，当然是用投资人的语气来跟你强调回报率，因为中式家庭太少去培养小孩的人格了。就算是这个出国的决策，想必也是父母提出的。像在台湾，父母跟孩子实际上是可以平等对话的，当然绝大多数还是会有一部分不行。但是呢，中式教育更多的是父母作为牺牲者，小孩呢居高临
验一下，我们假设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台湾的家庭啊，一个人信誓旦旦的说，你不给我买头等舱，我就挂科给你看。台湾家庭的其他人会怎么样？大家会笑出声来告诉他，你当你是哪里来的皇族吗？但是在中国会吗？中式教育输在哪？输在信仰，用金钱堆出来申请履历，用头等舱的机票来标榜地位，不愿意给孩子自主选择人生的权利，把自己所有人生的失败和重启的愿望全都丢给这个小孩，最终小孩输出成了一颗情绪炸弹。在小孩的内心深处，他会说为什么要把他送出去，那就是他也意识到了他要跨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他的父母倾尽家财啊，可能200万，对于其他的人而言呢，大手一挥就是2000万，这个小孩补不足这个部分的。很多中式家庭的留学生也是陆续在崩溃的。我觉得我很对不起我的父母，花几十甚至上百万把我送到美国来读书。我也不是大家眼中的那种富二代，一读完书之后一回国就可以继承家产，然后就不需要考虑工作的事情。我现在读书还要去考虑我未来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知道我不管找什么样的工作，我都不可能够回本我出来留学的这些钱的。我就觉得我现在每天花着家里这么多钱，然后自己还这么没用，然后在学校里基本就是混日子。我现在真的觉得很累很累很累，每一天我都活在这种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留子为什么要叫留子？就是出来留学的傻子。这个让三小妹想到一个童话故事啊，叫卖火柴的小女孩。送孩子出来留学，烧的是钱，就好比烧的那根火柴，似乎是在燃烧希望啊。实际上留子们都快冻死了。他不是富二代，没有家产可以继承，他只是父母掏光了老本送出来的留子。想必他最难的还不是要学语言，而是空档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不是一个成功模板，只是一个不值钱的自己。父母在那头点着火柴，他在这头算账，怎么算都回不了本。不是因为他不努力，而是他已经意识到这项投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这也是中式家庭最可悲的一环，只是在部分留子身上具象化了。父母注重的并不是教育，他们只是在下注，他们的小孩花的这些钱是父母焦虑的出口，是他们家族荣耀 KPI 的载体而已。当毕业以后发现他什么都不会，或者是找到了一份3500的工作，那么这个小孩拿来被炫耀的功能也就下线了。父母只会对这个投资标的变得怨声载道。当然啊，还是会有投资成功的，只是那不可能是全部。像这种从小就普通的人，突然因为留学而验证自己的普通，是一种很痛苦的体验。也许穷不是让人最害怕的，而是他的父母把他当成了一块宝后，在他身上投资了那么多的钱，最后又发现他不值钱，让本就贫穷的家庭雪上加霜。也许他不怕活得普通，只是怕走过这一遭留学后，他必须得装作不普通，才能证明他父母没有白花钱，他的路没白走。对于这一部分的中式家庭教育下的留子，他们的留下的是焦虑、内耗，还有一句说不出口的对不起。那么荧幕前的你觉得中式教育有哪些不足之处呢？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好啦，人生路漫漫，三妹来相伴，记得点赞关注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